路飞要创造人人都能吃饱饭的世界，两代海贼王的终极梦想究竟是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朱二笨。海贼王1049话，路飞全力爆发的一击，将凯多从天空击落。热血漫画里的输出总是少不了怒吼和口号，而这次路飞的台词就是“我要创造一个朋友们都能吃饱饭的世界”。这句话其实是在回答凯多那个略带嘲讽意味的问题：头毛小子，你觉得你能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？在海贼王即将进入最终章之际，路飞凯多的这次问答其实也是在往结局推进。海贼王中每个漫画大篇章都有一明一暗两个主题，在那一场场热血爆表的战斗背后，总是能隐约看到作者尾田想要表达的一些存在于现实里的现象。例如在愚人岛篇就有极为浓厚的对种族主义反思的意味，而到了现在的和之国篇，贯穿始终的就是对旧世界的打破，并塑造新的世界。世界成为了这一个篇章的关键词。光月玉田出海是为了见识这个世界真正的样子，阿贝尔跟随凯多是为了能改变这个残害露奈里亚族的世界。年少时的凯多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长大，认定了只有武力才是这个世界的法则。不同立场的不同角色给出了他们自己对心目中世界的回答，而现在终于轮到路飞来回答这个问题了：为什么要创造一个能吃饱饭的世界？这其实还跟童年时期的路飞有关。海贼王连载25年，留下了无数伏笔，其中最关键、最吸引人的伏笔之一，就是路飞的终极梦想，或者说是梦想尽头。漫画585话，路飞、艾斯、萨博在海边喝下结义酒，结拜成为兄弟。当时他们三个轮流说出了自己的梦想。萨博想要自由自在的出海闯荡，后来加入了代表自由意志的革命军。艾斯想要证明自己人生的意义，最后在轰轰烈烈的顶上战争中找到了答案。而路飞的梦想，在他说完后，漫画中进行了消音处理，只留下了萨博和艾斯的表现。他们似乎对这个梦想感到十分惊讶和意外，并且这个梦想看起来很有趣，令人发笑。显然，尾田卖了个关子，这个梦想成为了一个谜团。不过，当时路飞只有7岁，他能说出的梦想，必然不是什么统治世界之类的复杂目标，而应该是充满童趣，并且能从他的童年经历找到部分线索。路飞的童年经历大致可以分为2个部分，前半部分是在风车村度过，后来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红发香克斯；后半部分是在科尔波山和不确定物终点站度过，被卡普带到了达旦一家抚养，在那里遇见了艾斯和萨博。如果要说路飞整个童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，就是他的吃货人设。路飞和红发海贼团的互动主要发生在马奇诺的小酒馆中。路飞不仅参加了海贼们的宴会，还在各种蹭吃蹭喝的过程中误食了橡胶果实，变成了太阳神，与海贼们的志趣相投，是路飞后来立志成为海贼的最重要原因，并且还立下了一个 flag， 要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。对于当时的路飞来说，这应该是指真真切切的宝藏。后来到了山贼窝，路飞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又是跟吃饭有关。达旦只给他提供1天1顿饭1杯水，如果想要吃肉，就必须像艾斯那样学会自己捕猎。于是抱着最淳朴的目标吃肉，路飞的修行开始了。后来在与萨博、艾斯相处的时间里，他们在科尔波山中的冒险大部分也是围绕着狩猎猛兽展开。所以仔细看路飞童年的经历，宴会、吃饭、伙伴就是最重要的3个关键词。天真的路飞甚至在吃完霸王餐后，还不忘留下一个纸条，承诺以后用宝藏支付。至少在童年路飞的逻辑里，吃饭还是要付钱的。这也印证了他在香克斯面前立下的誓言，至少是真的奔着真正的宝藏去的。路飞与艾斯、萨博能够成为朋友，也是因为路飞坚守住了萨博和艾斯藏宝的秘密，这是他们出海的启动资金。之所以把这些细节罗列出来，是因为童年路飞的经历总是与宝藏有关，而有了宝藏就可以买很多很多的肉，开越来越大的宴会，能让自己和朋友吃饱饭。明白了这些，我们再来看海边的那个终极梦想。路飞想要做的有很大概率与宝藏和吃饭这2个符号有关，并且将在出海后逐一实现。那么10年后，草帽团的冒险里做了什么跟宝藏和吃饭有关的事呢？答案是开宴会。路飞出海后一共开了11场宴会。第1场宴会庆祝恶龙海贼团被击败，可可西亚村恢复自由的宴会。第2场宴会庆祝巴洛克工作社覆灭，阿拉巴斯坦王国重获新生的宴会。第3场宴会黄金冒险前夜在森林中的篝火晚会。第4场宴会庆祝艾尼路被击败，空岛400年纷争和解的宴会。第5场宴会庆祝司法岛大获全胜，罗宾重新入团的泳池派对。第6场宴会庆祝莫利亚的诅咒解除，海贼们重获自由的宴会。第7场宴会被路飞以一己之力扭转的女儿岛丰收歌宴。第8场宴会庆祝愚人岛劫后余生，龙宫城的狂欢盛宴。第9场宴会庆祝邪恶科学家被击败，超越身份立场的宴会。第10场宴会庆祝堂吉诃德家族被击败，拿下德雷斯罗萨自由之战的宴会。第11场宴会感念救命之恩，与毛皮族一起的卡鲁丘宴会。这11场宴会囊括了路飞出海以后所有朋友和国家。大部分宴会草帽一伙都是以被邀请的客人身份参加，完全白嫖，没有花钱。唯独水之都那场宴会是由草帽一伙花费了1亿贝里，请了全城所有的人。路飞玩得很开心，然后被娜美揍得很惨。显然举办宴会是一件特别花钱的事情。如果想要让所有朋友都吃饱饭，也必须要有足够的财富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就成为了路飞寻找宝藏的动力。路飞如此热衷于开宴会，以至于到了鬼岛决战前夕立下 flag， 战胜凯多后要开一个超越以往的盛大宴会。
之所以这场宴会如此特殊，一方面是因为这次的对手是2名四皇，参战双方的战力规模也是一次巅峰；另一方面是因为和之国非常特殊。还记得路飞刚进入和之国时，第一个遇见的人是谁吗？是住在部落边境村的小玉。小玉为了报答路飞救命之恩，将自己庆祝生日而煮的饭全部给了路飞。接着路飞又见到了小玉对红豆汤极为珍惜的样子，更加朴实滋味，才有了后来在博罗镇路飞用粮食保船报恩的情节。路飞也和小玉约定，在离开和之国前，一定要把这里变成一个能够每天都吃饱饭的国家。这也是曾经艾斯对小玉许下的约定。艾斯虽然死了，但他的意志被路飞继承，并由路飞继续实现那个没有完成的约定。剧情到这里，路飞身上叠加的吃饭 buff 已经非常多了。没想到在后续的剧情里，吃饭依旧是关键词。路飞在监狱中能够与豹五郎结识，并得到他的指导，起因也是路飞将食物给了豹五郎。后面到了路飞等人潜入鬼岛城堡，又因为看到海贼们浪费红豆汤，一气之下出手，正式揭开账目。到后来的花之都火祭7年尾声，人们在天灯下写下了一个又一个心愿，其中就包括了想要吃饱饭、想喝干净的水之类的话语。所以路飞在与凯多的几次交手中，也提到了这2个心愿，也就不难怪在1049话的最后对决里，路飞喊出那句话了。所以从和之国路飞的冒险来看，吃饭已经不单单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，它背后关系的是整个国家跨过漫长冬夜，重新获得自由的重大意义。路飞身为乔伊波伊，是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欢笑的男人，但欢笑是一个比较虚的概念，实现欢笑应该有更加踏实的途径，而这个途径就是吃饱饭开宴会。海贼王终究是定位热血少年漫画，再深刻的道理也会用浅显易懂且独具海贼浪漫的方式来表达。聊到这里，路飞的终极梦想已经初见端倪。如果想要给全世界带来欢笑，那么就去创造一个能让朋友们都吃饱饭的世界。当路飞真正做到时，也就意味着那些压迫这个世界、让人们吃不饱饭的家伙都会被赶走打飞。藏在拉夫德鲁尽头的 One Piece 究竟是什么，我们暂且不得而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能够帮乔伊波伊实现这个梦想。于是我们就得提到另一个男人，前任海贼王戈尔迪罗杰。路飞与罗杰有许多相似的地方，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梦想。雷利与红发相遇时，红发就对路飞曾经说过与罗杰一样的某句话而感到十分惊讶。当年罗杰与玉田、白胡子见面时，曾经说过他的终极梦想。白胡子听完大笑起来，觉得罗杰像孩子一样幼稚，而玉田则是震惊不已，并将这件事记录在日记中。后来大河读到了这段话，当他与艾斯成为朋友后，艾斯不小心把路飞终极梦想说了出来，大河马上被触动到。路飞的梦想也是海贼王曾经说过的话，难道罗杰也希望创造一个朋友们都能吃饱饭的世界？但是罗杰说出这个梦想时，还未开启寻找最终小岛的冒险，他并不知道伟大航路尽头到底有什么。但是世界政府试图阻止人们到达那座岛屿的行为，令罗杰笃定那里一定有巨大的宝藏。而得到那个宝藏后，他们不仅将成为世界第一的海贼团，还将能够实现他的梦想。雷利的话也印证了这一想法。罗杰海贼团行动的目标就是为了获得巨大宝藏。藏在尽头的宝藏到底是什么？在到达拉夫德鲁前，罗杰完全不知晓，所以他只会认为那是史无前例的超级财宝，也符合罗杰海贼团一贯的作风。所以罗杰的梦想一定是要靠巨大的财宝才能实现，也就是说需要花很多钱，钱不能直接买到欢乐和自由，但可以买到很多的肉和酒，举办最盛大的宴会，让所有参加宴会的朋友都会欢笑。而这就跟后来草帽一伙在水之都花了1亿贝里举办宴会的事迹完全吻合了。所以路飞与罗杰共同的终极梦想，很可能就是找到埋藏在大海尽头的巨大宝藏，和全世界的伙伴和朋友们一起开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大宴会，让自由和欢笑的声音传遍整片大海。而在击败凯多时所说的那句话，创造一个朋友们都能吃饱饭的世界，其实正是这场大宴会的预告，或者说是一个同义句。海贼王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涵是自由的意志，而它的表现方式就是充满童趣和欢笑的故事情节。虽然王屁子不一定是真正的财宝，但相信隐藏在那里的力量一定能够让路飞实现他的梦想。这大概也是罗杰说的那句乔伊波伊，我可真想跟你生在同一个时代其背后的真正含义。既有对800年前那位乔伊波伊的向往，也有对即将出现在未来的那位乔伊波伊的期待。路飞在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，也实现了罗杰的梦想，两大海贼王跨越时空达成连接。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路飞终极梦想的分析啦，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。我是朱尔本，下期见啦。